中国统计局的同志们统计出来的盛世又穿帮了。是的，别揉眼睛，你没看错，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大概率已经跌破 0.8 了。什么概念？就是一个女人一辈子连一个孩子都不想生。放在世界范围，这是断崖式的最低水平。连韩国、日本看了都要摇头，中国，你是真敢玩。别说什么人口红利了，现在连人口存款都透支完了。中央财政已经被逼到绝境，硬生生掏出900亿来补贴生娃。但是注意，这900亿不是给某一年，而是覆盖2022年到2025年整整4年。算笔账，每个婴儿补贴3600元，总预算900亿，900亿除以3600等于2500万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4年里，任意3年加总才只有2500万新生儿，平均下来一年也就830万。830万是什么水平？要知道，10年前中国一年还出生1600万。短短10年，直接腰斩，再砍半。2025年真实出生人口可能只有700万到750万，这已经不是低生育率了，这是人口的悬崖跳水。如果没有那么严重，在财政吃紧、国库亏空、连公务员工资都拖欠的情况下，北京方面怎么可能突然慌慌张张掏钱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出生人口下滑已经严重到动摇国本。数据比任何话语都更残酷。教育部的官方数字冷冰冰地写着：2020年到2024年，中国幼儿园在园人数从4800万的峰值，硬生生跌掉了1234万，降幅超过 25%。全国幼儿园数量从 29.5 万所掉到 25.33 万所，短短4年倒闭 4.15 万所。换算一下，平均每小时就有2所幼儿园关停。这不是比喻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。湖南长沙的楚天世纪城幼儿园开了12年，7月1日正式停办。广东英德的百花幼儿园6月关门。安徽六安市裕安区更是一次性关停20所私立园。有专家预测，仅仅是今年，全国就要再消失 2.6 万所幼儿园。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幼儿园的消失就像人口断崖的警报声。接下来轮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甚至大学，整个教育体系正在被少子化拖进泥潭。数据冰冷，但个体的故事更能击穿人心。浙江金华的庄艳芳曾经经营过3所幼儿园，鼎盛时期，她的园里招收了上千名孩子，热闹到连走廊都摆满了小板凳。而如今呢，只剩下1所园还在苟延残喘，学生不足150个。为了凑数，他甚至不得不破例接收只有10个月大的婴儿。他对媒体直言，90%的私立幼儿园都已经关门了。更讽刺的是，为了生存，他被迫把其中1所幼儿园直接改造成养老院，放了42张床位。孩子的笑声换成了老人咳嗽声，一边是空荡荡的教室，一边是挤满老人的房间。这就是中国人口断崖的活生生注脚。一个园长的故事，背后是一整个国家的冰冷现实。让我们看看更宏观的数据。2022年，中国总人口减少85万，这是自大饥荒之后第一次人口负增长。2023年，人口继续下降，官方承认生育率创历史新低。2024年，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增长，少子化不再是趋势，而是现实。与此同时，老龄化正在疯狂膨胀。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 3.1 亿，占总人口 22%。其中65岁以上老人有 2.2 亿，占比 15.6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整一个美国的人口数量都是中国的老人。人口结构
已经彻底变成道金字塔，顶端是越来越多的老人，底端却是急速消失的孩子。而这不是未来才会发生，而是正在进行时。人口雪崩正在刺痛每个人的神经。今天的低生育率不是偶然，而是几十年政策的必然报应。30多年的一胎化，在中国社会种下了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。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？在山东临沂，2005年短短几个月，就有7000多人被强制堕胎、结扎，有的孕妇已经快临产，硬生生被拖进医院处理。在北京，卫戍区连长田明建的妻子怀孕7个月时被强制引产，母子双亡。田明建愤而开枪，最终酿成血案。这样的惨剧并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当年全国无数家庭的噩梦。铁血的计划生育剥夺了几代人的生育自由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。当年强迫不生，今天却哀求多生；当年一胎不许生，今天3胎没人要生。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如今的人口断崖，正是那场政策的直接反噬。为了拯救断崖式下跌的生育率，中央终于端出了所谓的实账，每个婴儿补贴3600元。可问题是，3600块钱能解决什么？在1线城市，房价动辄6万每平米，买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，至少要花200至300万。医疗、教育、住房，样样是压在年轻人头上的3座大山。在这样的现实里，3600块连奶粉钱都不够。要想把生育率拉回到替代水平 2.1， 补贴至少要提高50倍，达到5万亿级别才可能见效。可是中国财政吃紧，国库亏空，甚至传出部分公务员工资都在拖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所谓的补贴更像是一场政治秀，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。补贴消息一出，本以为能在年轻人中掀起一点波澜，结果却是冷场。微博、知乎、B 站上的热评几乎一边倒。国家出3600，我得出360万，谁亏得起？不生不是叛逆，而是清醒。孩子不是财富，是债务。年轻人的愤怒和冷漠浓缩成一句刺耳的流行语：我们是最后一代。这不是玩笑，而是一种绝望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当代年轻人来说，生育已经不再是传宗接代的责任，而是一道冷冰冰的算术题。1线城市买房首付300万起步，一次生育、产检、分娩、月子、早教起码几十万，一次教育幼儿园到大学200万至300万。未来养老，父母加祖父母加自己，将来还要赡养4到6位老人。这笔账一算，生孩子不是给自己添未来，而是给自己加枷锁。于是不婚不育成了最普遍的选择。2024年，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只有590万对，创下历史新低。30岁不结婚丢人吗？成了知乎高赞问题。答案是，丢人的是生了孩子却养不起。哪怕结了婚，年轻人也不愿意生。上海有个段子形容得很准确：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生娃是6个人的事，双方父母一起逼，但养育却是1个人的事。在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面前，3600元补贴几乎等于羞辱。这就是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真实写照：冷漠、麻木，甚至带着一丝讽刺。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像一颗随时要爆炸的定时炸弹，一边是越来越庞大的老龄群体。2024年底，中国60岁以上老人3.1亿，占总人口22%，其中65岁以上2.2亿，占比15.6%。每年新增老人超过1000万。另一边是越来越稀少的新生。2025年预计出生人口仅700万至750万。换句话说，
每增加一个老人就少一个孩子。这种倒金字塔式的人口结构，直接击穿了中国的养老体系。根据人社部的数据，2024年养老金当期结余只有2000亿。东北3省、河南等地已经出现养老金入不敷出，需要中央财政紧急输血。社科院预测，到2035年，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0万亿。想象一下，那时今天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成年，就要背上巨额养老债务，他们一出生就成了背债人。年轻人看得很清楚，生孩子不是为了延续香火，而是为了让他们接过债务的枷锁。所以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生，才是最大的慈悲。养老院的爆满和幼儿园的空荡，正好形成最刺眼的对比。一边是老人排队等床位，一边是孩子越来越少，教室荒废。这是一个社会最冰冷的现实，老人过剩，孩子绝迹。中国的人口危机不再是遥远的隐忧，而是当下的现实。幼儿园倒闭，结婚人数腰斩，生育率跌破 0.8， 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。这一连串的数据像一根根冰冷的针，扎破了所谓人口红利的幻觉。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，不敢生育，甚至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时候，问题已经不再是补贴几千块钱能否奏效，而是整个国家的未来还能否支撑下去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。几十年前，政府用铁血计划生育，把几代人的子宫和命运牢牢控制在手里。今天，年轻人用拒绝生育，把最后的选择权拿了回来。这是无声的抗争，也是最沉默的叛逆。也许几十年后，当幼儿园彻底荒废，整栋校园改成养老院，当一个城市里孩子的笑声彻底消失，只剩下老人咳嗽的回音时，人们才会真正明白，生育率崩塌不只是人口问题，而是国家未来的坟墓碑文。